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用您听得懂话说给你听。我是主持人李作恒。我们首先来欢迎这一节会参与我们团队来宾，前驻纽大使谢文吉。做得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稍后呢，这个郭正亮也会参与我们讨论。好，我们来看呢，是在现在啊，说美国呢跟伊朗这件事情呢，到底这个核设施有没有受到冲击呢？现在各执一词之外啊，最新是 CNN 他们就引述了内部的消息说，在一场闭门会议当中，美军的最高将领，也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呢，他自己讲的，他说美军此次只对伊斯法罕发射了战斧巡弋导弹，所以没有使用到重型钻地弹。那由于这个设施位在地底下位置太深了，所以就算是有使用，也没有办法产生实质性的破坏。好，那华友也提到说，伊朗官员呢谈到这个核计划受损的程度啊，他也是轻描淡写的，就是说呢，到底有没有真的打击到这个核设施呢？那华盛顿邮报就说，在这个机密情报当中显示啊，截获的伊朗官员谈话内容，对于德黑兰的核计划到底有没有受到美国打击，并没有明说。那白宫的发言人就说，不知名伊朗官员知道几百尺废墟下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这叫做无稽之谈。总而言之，美国就是坚持说伊朗的核计划已经结束了。那当然，伊朗方面呢，不是一直都坚持吗？说他们早就把相关的设施移走啦，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哦。以色列呢跟美国空袭伊朗，导致说联合国现在整个核监督机构也没有办法确定德黑兰这些浓缩铀去了哪里，是被秘密转移了，还是说还存在瓦砾废墟之下。但是有很多的迹象呢，是指出说伊朗确实有转移了核材料，甚至还有外交官直言，伊朗仿佛早就知道说自己会遇袭。那伊朗的驻联合国大使呢，则是提到说，铀浓缩是伊朗不可能被剥夺的权利，所以他们一定会行使这项权利。伊朗的副外长也把底线踩得很明哦，他说，你想要重启核谈判，就必须先排除会有再次空袭伊朗的事件。好，那现在呢，伊朗甚至也要开始启动反击了。这个伊朗的其中什叶派的最高的宗教领袖他就对川普下达了追杀令，说这是一个宗教裁决，包含纳坦雅胡也在这个范围里头，更直言说，这些人依照伊朗的法律是可以处以断肢或者是十字架刑等等的这些极刑。那伊朗呢方面呢也开始整肃，德黑兰当局说，在过去2周已经逮捕了数百名涉嫌担任间谍或是被渗透的人员，这规模非常大，所以未来也不排除可能变成是一场政治冲突，反对派跟少数族群呢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镇压行动。好，那当然现在也说打击伊朗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幕呢？以色列就说他们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其实传出早就已经布局，那时候从2010年就已经开始部署了。以色列的这个情报机构，也就是摩萨德，它在多年来呢就已经渗透到伊朗境内，所以无怪乎你看刚刚伊朗呢在努力的清除内贼，而且呢号称掌握的远比外界认知的还要更庞大，这也成为呢近期为什么在以色列方面可以精准打击的一个关键的依据。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不止在伊朗现在有些街头的运动，还包含在塞尔维亚的首都也涌入大约14万的民众呢，他们说是要响应过去半年来有一个所谓的学生反贪腐的示威抗议行动好，你看到这是就是在这个首都贝尔格勒的现场密密麻麻的，这些都是群众，这些群众呢，他们走上街头就是要抗议说呢要结束总统武契奇12年的执政好，这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空拍的画面。那同时呢，这些抗议的民众呢，也拿着这个火炬闪光弹就丢向警方这整个冲突呢是越演越烈看到画面相当触目惊心。那每个远警呢也都拿着盾牌，企图要来抵挡，防暴警察也包围了这些群众就是怕场面进一步失控。好，那我们看到这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源自于2024年11月一场北部的城市会议。那时候呢，一个整修的
火车站屋顶突然就坍塌了，造成16个人死亡。那你看到一个以为是小小的公安事件，没有想到呢，竟然演变成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冲突哦。民众就借此说，我对政府呢长期贪腐实在是太不满了。那当然，这背后有没有其他势力介入呢？现在武契奇就指控了，他说这是有外国势力在幕后操纵抗议，他们呢会把这些暴徒绳之以法，因为这些人想要颠覆国家。那这个背后的暴徒是谁？会不会就是美国呢？好，你看武契奇过去被认为比较亲中的立场啊，尤其第2任期啊，已经在2027年就要结束了。没有想到现在学生组织就要求他要宣布进行提前的大选，但是呢，武契奇也否决，而且重申呢，至少在2026年底前是不可能会进行大选的。好，我们先请教这个亮哥怎么看呢？现在这个到底伊朗跟美国，到底美国有没有达到这个核设施？现在双方各说各话。这个我觉得是，其实伊朗也有不一致的声音啊。革命卫队哈米尼说没有嘛，可是国防部长说有。那这个就是在让彼此有下台阶啦。其实简单讲啊，像这一种国际的大事、军事事件，你不会立刻知道答案的啦。对，因为它产生了某种功能嘛，让这个停火各方都有下台阶。比如说以色列都不讲话，你没发现吗？就只有纳坦雅胡在那边说感谢川普，就这样啊。因为以色列也打不下去了啦。可是以色列不能承认我打不下去啊。对，被打的也不是说我就被打了，不行啊，不能承认啊。那现在就变成说，那川普还有他的国防部长还有 CIA 都讲同一个调子嘛。我今天在大陆的微博看到一张照片啊，就是那个这个佛斗那个地方被炸了一个天坑啊。那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近的照片，好大一个坑啊！可是我看那个坑很大了，没有错啊。可是我也难以想象那个坑有90米深啊，不太可能啊。而且我后来又看到另外一些照片，就是说龙梭鼬如果真的要移动，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它事实上，它不会用车载走了，因为伊朗到处都在泄密啊，你车载走容易被炸。可是地底下。它不可能没有各种通道啦。你看，连那个加沙地区，以色列在找哈马斯，它地下通道都有各种周折，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没有各种像蜘蛛网一样的通道？而且它的体积不大，409公斤，我有看到啊，就是它如果把它弄起来是一个圆筒形的，那可能弄出好几根啊。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在地底下做移动啊，所以伊朗说没有炸到啊，这个我是认为没有炸到龙梭鼬的部分啊，可是离心机应该有炸到了，因为震动会毁损嘛，对不对？而且那3个地方，佛尔多、纳坦兹跟伊斯法罕有1万台离心机啊，所以多少会有震动的损失嘛。那这个地方要重新开业，你那个入口啊，周边也要恢复啊，所以需要几个月，这是公道话啦。说大概，所以你看那个第三方站在外面看，都说大概几个月之后，伊朗就可以恢复运作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状况哦。可是大家都不要说破了。北溪2号是谁炸的？你知道吗？俄乌战争已经打多久了？但大家都不说破，就没有真相啊。对。那你说瑞典、丹麦他们会没有做调查吗？不可能啊！我德国也要知道谁干谁打我啊。所以我认为他们一定有做调查。可是传在外面，有说是英国干的，有说是美国干的，有说是乌克兰干的，不是吗？那到现在也没有结论嘛。所以大概要隔个。有时候要长达10几年哦，真相才会出现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纯粹为了停火，所以要有一些政治上的攻防，然后
就是让这个战争不要立即又被找到借口，这样。对，战争到底能不能停火呢？来，介大使。目前是停了，对，12天就停了，算是蛮快的，而且很多说法会再打，可都没打，那他停有他的理由，因为美国不想打，第二个以色列也不想打，伊朗更不想打，那美国不想打，有个台阶就可以下了，对，可以台阶下，因为这个符合大家利益，才会这么快就停，说停就停了，要不然有一个不停的话，像泽伦斯基这种搞法的话，他就会一直打。所以是三方都要停。不过现在这个就是说，到底它的核设施有没有被摧毁，这个已经不是伊朗跟美国的问题了，这是美国人自己间的问题。美国内部斗得一塌糊涂，就是为了说到底有没有被摧毁。你看这些在报道说都有问题，说没有摧毁的，不是 CNN 吗？因为川普 CNN 当天执行任务完 ，CNN 就开始质疑没有这个任务没有达成啊，他疑点太多。川普第二天就发怒了，川普就跟他们这些一开始就说你先道歉，CNN 还有什么这个 New York Times 什么，你要跟美国去执行这次任务的那些伟大的这个B2 轰炸机的驾驶员们先跟他们道歉，他们执行了一场非常伟大的任务，你居然说他没有执行成功，你先跟他道歉。然后这三个媒体都是什么？都是杂质。都是杂质，要给他消灭的，你知道？所以川普很火，越这样火CNN 好呀，这个越加码。现在我这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华邮 Washington Post 也加入了，都说有问题哦，好像没有哦，这样子所以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在跟川普在斗，因为刚刚我们这个郭委员也说了。你很难找到真相，你要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现在我们都是推测，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找真相，所以这些媒体借这些事都可以写，借这些事来整川普。那川普我觉得他会不为所动，因为为什么？川普已经咬定了，川普定调了。他上次还讲了，15年之内伊朗没有恢复核武的能力，15年哦，他说15年哦，对。外面有人说，哎呀，最多6个月就恢复了。川普说15年，反正15年以后，川普已经是什么？已经都下海了，不知道多久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就讲15年。所以这场战争是蛮难恢复的，因为以色列也被打得蛮惨的，伊朗也不想打，所以现在要恢复的话，真正大家要拿着武器再打起来不太容易，因为以色列已经去打伊拉克，去打叙利亚了，又打这个黎巴嫩啊。对，然后又在出气呢，又找这个巴勒斯坦难民怎么样？又找他们，又不让他们拿到食物，让他们饿死。所以以色列发泄管道很多，不一定真正要吵伊朗。那所以不过就伊朗的内部，我觉得他现在来说抓了700个人嘛，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穆萨德的这些特务。不过伊朗真的这个国家有问题，最近还传出来了。根本穆萨德人家的是什么？人家的是特勤队，直接潜入到你伊朗境内去执行任务了。这不是间谍，这是人家的部队直接进入到伊朗。你伊朗在干嘛？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伊朗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是，来老师，川普一定要一口咬定就是摧毁了。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不用再度的这个下大决心，不然他自己政治风暴就要来了。对，因为如果说这个没有被摧毁，他要不要再做动作？然后以色列要不要再打一次？那就一切又重新再来可是以色列现在也打不动了，然后要美国再度的再执行任务然后再出动这么多的 V2轰炸机，这风险就升高了。因为你第一次你可以采用偷袭的一个方式。第二次那个预备的能力就更强了，甚至你不能排除俄罗斯或是中国大陆，他们把更先进的雷达赶快运过去，或者是这个情报船过去也想看清楚这个 V2的飞机的飞行的方向，然后你要再度的重新再做这样的一个飞行任务的计划，要避开所有的雷达的侦测，那这个难度就更高了。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最好就是一口咬定我就是摧毁了。然后以色列最好都不吭声，伊朗也就是给你猜嘛，
伊朗最好的方式，因为他也不讲正确答案。伊朗如果说再找记者去拍说我没有被摧毁，对，那你就等于是逼着以色列跟美国，他必须要再度。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是给你猜嘛，他也不承认，他也不否认，讲的语言不详的，然后这样子大家就变成是说有被打到还是没被打到，然后我要出手也好，或是不出手就显得更困难了。然后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不再让你联合国的这个原子能机构再进来了，因为它有足够的正当性嘛。第一个，你原子能机构你变成一个情报泄露单位，你告诉全世界说我的浓缩铀在哪里？你告诉美国、以色列我的浓缩铀在哪里？我现在有几公斤了，那你都告诉他们了，然后你有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我为什么让你再回来？那当伊朗的国际原能委员会再回不去的时候，就伊朗也不让任何人再去看，那就无从证实它被摧毁还是不摧毁。那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情况就是大家就迷迷糊糊的就过去了啊，这个也是皆大欢喜。那为什么？因为对特朗普来讲，就是反正我就是一口咬定到底，然后谁也无从证实，谁也无从肯定，那就让这个事情一直走下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哪一天，伊朗突然间一个核弹做出来了这个时候力量就大了那问题就在于伊朗什么时候把这颗核弹做出来，要有条件嘛那这个条件就是要不就是朝鲜他们的专家就秘密的就进去了。然后仪器设备也都带进去了，然后在秘密的环境下，他们就秘密的做出一颗核弹，或是做出2颗核弹。这个时候情况就整个又翻转了。我想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其实是更扑朔迷离了。过去还透明大家还可以监督，大家还可以谈判，然后现在都已经是不明不白的情形下，我觉得美国可能要尽早赶快跟伊朗进入谈判了。用谈判、用外交的方法来约束这个伊朗，你不要把核弹做出来。我觉得这一点是美国要负责任的事情了。美国也要把这个事情搞好的事，不然的话，如果伊朗真的做出这样的一颗核弹，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可能就真的是麻烦的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是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如果这个伊朗的核设施浓缩铀没有被摧毁的话，我觉得对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他们的损失就会很大了。因为这次他等于是把情报资源都扎下去，对，扎下去，如果还没有被彻底摧毁，那伊朗现在开始去清查摸底这个摩萨组织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情报损失反而是这一次的重灾户。对，这个后果可能还是我们现在暂时没办法预估。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呢，是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呢是不是也表里不一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关税最后期限即将就要到了嘛。那现在呢，当然美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现在川普就说了，他说美中相处融洽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事情。那只是呢，他们正在支付可观的关税，但是美国对中国是因为我们有太大的贸易逆差了，所以中方呢也明白这一点可是话是这样讲啦，但是呢，另一边呢，川普又暗示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骇客行动他说是中国侵入了我们的电信系统，截取了重要的资料，甚至芬太尼新冠病毒这些事情，他说，那你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要怎么跟一个行为不端的人谈判，在经济上信任他们呢？这是被提问。那川普就说，你不认为我们会对他们这样做吗？我们一定会这么做，还说我们做了非常多事情，这个就是世界维持运作的一个基本准则。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中美虽然看似呢达成了协议但是呢，现在中国就警告说，美国你不要偷偷的想要背后在操作，人前手牵手人后下毒手。他说，中国商务部已经证实了，中美双方虽然达成协议，但是中国还是对美国近期很多在洽谈的关税条款严正的关切。那其中呢，也可能有些是损害到中国利益的这个所谓2
2级关税条款感到不满。好，大陆专家就提到说，中国对于美国的关税战应该要更严肃的来回应，采取一系列超规宏规经济的政策，因为这已经不是仓促应变问题，而是8年前其实中国大陆就已经在开始准备了。所以看起来呢，这场呢这个战火，我们看到中国我们一直说它主要就是握住了最关键的这个稀土，所以稀土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美中关税呢恐怕就也没办法落幕。好，所以福特呢就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取得中国供应的这个高功率磁铁，那就没有办法生产，甚至呢在过去3周因此就关闭了部分的工厂了，这个业主跳脚。那汽车业呢还说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大陆的稀土禁令实在是太强大了。专家就提到说，稀土非常重要，因为不只是电动车、安全带、方向盘，甚至各种的电子元件当中都需要，没有这些稀土你就造不出汽车。好，所以呢现在中方找到了一个非常大可以打击美国的痛点还说中国限制出口的稀土名单还在增加当中那中方呢甚至把这个审批也增加了，速度越来越快了。稀土这个东西对美国的出口呢更是几乎切断了。那美方呢他们现在怎么办呢？他是不是要来从抖音下手了呢？好，现在美方就说抖音已经有买家了，而且呢在大约2周之内就会公布名单。那正在洽谈的交易可能是需要中国方面的批准才能够获得推进那他也直接就透露说，习近平很可能就会来批准了。那川普呢更宣称说，为他找到买家之后批准这个交易就可以有进一步的进展。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川习会面是不是有谱了呢？因为呢说中国政府将要邀请川普来出席阅兵典礼。那如果川普出席的话，再加上普京，等于说美中俄3国领导人到时候都会在日本，这也对日本呢说形容是一个外交的挑战那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频频的大秀军事肌肉，像是这个 F-35疑似呢就是逼近了大陆东海防空识别区，甚至已经有一点到领空了。不过呢，就说歼20的飞行员是迅速的由训练变成是作战模式，双方甚至在目视的距离内就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最后呢，这个 F-35被逼退了。好，这个飞行员呢就说，外面的军队想要从气势上压倒我们，他们是绝对不会退让的。所以很多外媒的网民呢就说，5代机近距离这样作战的这个战斗风格令人非常的畏惧。好，另外呢还有说这个中国第1艘的国产航舰山东舰呢，跟其他另外3艘的航舰呢一起呢访问了香港，就开放大家可以来参观，包含像是延安舰镇江舰以及运城舰这3艘呢是让大家可以来一探究竟到底现在什么状况。好，我们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说现在呢这个川普是不是又在表里不一了？川普我认为他很多对中美贸易谈判乐观的说法都是为了炒股啦。比如果然是商人。上个礼拜5美国股市还是大涨嘛。可是据我了解，根本就没有重大突破目前我们了解是这样啦，中国大陆对稀土是坚持要有审批程序，所以没有所谓的全面放宽出口这种事啦。他如果措辞，他会说我们会加快审批，他的用语顶多就是这样。比如说最近他对欧洲国家，他就加快审批那加快大概到60%左右，就是你申请然后被核准的比例大概到60%。那美国比例就非常低了。我认为中国大陆也是故意的啦，对欧洲对美国做区分啦比如说德国的大众汽车。它目前就不再有缺乏稀土的困扰，那福特汽车就还有事实上不止福特汽车啦，因为汽车工业我认为是中国大陆相对比较松的审批啦。如果你是在军工、军民两用这样有灰色地带，那问题可大了因为最近美国就有一家公司，它是做那个磁性材料。然后他跟中国大陆总共申请了180个个案，现在通过的个案只有5个。
因为中国大陆就怀疑你是要做军工啊，那我觉得美国事实上也可能透过日本、透过台湾，就是给你绕啊，这个事实上大陆未来也要碰到这个问题啦。就大陆现在这个加强 KYC 嘛，要知道终端客户是谁啊。可是中国大陆查核的手段比较少因为美国在他的盟国商务部的代表就直接去了那中国大陆没有办法这样做啊。中国大陆现在稀土卖最多的是美国跟日本，台湾也不少，欧洲也有那你怎么知道不会从日本、台湾跟欧洲去美国那美国为什么查得到？因为第一个，他可能就直接派 CIA 去查，那第二就是他用那个交易支付 SWIFT 去查，那中国大陆就只能够警告了，说你不要给我卖给谁谁谁你被我查到，我就给你断货大概只能这样了。可是已经有消息传出来，因为中国大陆判断美国可能会挖角，所以他现在对稀土的工作人员，现在就开始做个人的资料的收集了因为就怕当年又跟当年那个澳大利亚那家公司那个 Lunas，事实上他通通都是挖角，那中国大陆就是这次就是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我认为中美贸易光是稀土的部分就还有的吵了。那美国到目前为止半导体出口它是完全都没有让步，所以我觉得还有的走了，还有的走。对，就是双方要互挖自己的那个对方的软肋来。谢谢大师。对，中国大陆不可能稀土去松手的，因为他手上的王牌就是稀土怎么可能会放松呢？虽然说美国说我跟大陆已经签了协议要留意，它这个协议是框架协议。什么叫框架协议？就是大原则。很可能稀土的部分说，我们同意在稀土部分进行下一轮，我们进行由双方的主管部门进行深入的谈判。就是这样子你不能说我同意给你多少稀土，我同意谁也可以拿，洛克希德马丁也可以拿，这个雷神也可以拿，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稀土，我觉得美国还会有很多钉子会碰。不过呢，这个碰到什么状况我不管它，可我们台湾要注意我们台湾也是稀土消费很多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稀土会用在哪里？半导体设备、光电产业、石化产业以及磁性产业，对，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使用稀土。然后我们的稀土呢，一年需求多少吨？2600吨呢，非常多然后2022年的时候，我们稀土94%，将近94%从中国大陆进口。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稀土，事实上它已经当作一个政策的工具了，或者甚至说它就是跟各国尤其跟美国在进行各种交涉的时候最有力的一个武器。最近中国大陆这个中国的稀土开发公司它事实上最近人事改组，全世界都吓一跳。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非独立董事有3个董事是新的，然后呢，总经理、副总理通通换人。我的研判为什么会做人事改组，就是要把整个稀土的管制，从生产到它销售，到它销售以后的这个追踪，也是从源头，然后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边境措施，到了市场的情况，它全部都要管制。如果管制不好的话，它就这个武器就没有用。那我们前几个月也听说了，中国大陆稀土有走私的情况，在香港的港口就查到了几十吨的稀土，都是要准备走私的。所以就跟川普讲的是，他说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包括美国在内。他只是这句话没讲而已。美国会不会去开后门，去逼迫台湾这边你一年进口2600吨，你要分我1/3，那我们不就要拖下水了吗？将来大陆说，这个进口不能够随便给美国如果被查出来怎么办？我这是一个假设，所以就变成我觉得中国大陆跟美国在稀土的这场战争
是方兴未艾，还有中国大陆这个武器啊，会越用越怎么？越用越犀利，所以啊，真的啊，我刚刚讲，我们台湾依赖中国大陆技术是94%哦，对，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注意啊。对，来赖老师，从日经亚洲先公布一个讯息，说啊，这个川普很有可能在9月的时候会到中国大陆去啊，这个可能会去出席这个天安门啊的这个阅兵。然后到共同社啊也发表了这个样一个讯号。那共同社基本上是比较认真的一个媒体，那他也发表了，而且他还更进一步的说啊，很有可能会跟普丁同台。那也就是说，全世界的最强大的3个国家，中国大陆、美国、俄罗斯3个国家啊，全部都会齐聚到北京去，然后出席的就是93要干嘛呢？因为80周年啊的一个重大的活动，这个80周年的24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在欧洲就是反这个法西斯纳粹，在亚洲就是反啊这个对抗军国主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如果他们都是不约而同的或者相约就到北京去啊，中国大陆是东道主来分别接待这2大国。那对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说那我们完蛋了，我们就被彻底孤立了。因为我们在亚洲的战场里面是大陆、中国、美国跟俄罗斯3国联合起来把我们日本打败了，所以等于是那日本的外交就特别被孤立。其实我想，对于赖清德来讲，他们也会很焦虑，因为如果说这个川普真的是9月3号去，那目前有没有可能9月3号去？现在已经变成是越传越可能是真的了啊，因为川普您提到了这个福斯电视台的这个访问，这个访问它基本上来讲是按照过去的调性，也就是说啊，中国大陆侵入我们的骇客入侵我们的电讯系统，然后啊，他又窃取我们的智慧财产权，然后又说芬太尼的问题，又说啊这个疫情的问题，你看都是拜登时代的一种宣传的老调。那他本来就等于是做了一个陷阱，要川普往里面跳。可是你看川普怎么回答？川普回答很有意思哦，他说：“你不认为我们也是这样对中国吗？”也就是说，大陆这样对我们，我们也这样对他。他说：“你看，这个就是乱糟糟的社会嘛。”那这言下的意思也就是，就这样就把这个主持人的嘴就堵住了。后来这个主持人又补了一枪，说：“那对于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带着真菌到美国来，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从大陆来的？对，哪边来的？对不对？”然后他说：“可能是刚好三个笨蛋拿了不小心的东西，全部都化解掉。为什么？他好像是在为他要到中国大陆来去铺路了。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不对中国出恶言。这个跟拜登有很大不同哦，跟卢比奥有很大的不同。哇，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呦，很有意思啊。其实还有一个补充的讯息，俄罗斯的普丁的这个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助理，他说普丁跟川普的会面不一定是在纽约见面，他说有可能在第三地，那第三地指的哪里？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讯息好像是越来越成真了。对，更多国际内容马上回来。南亚的角力似乎呢背后是有中美影子哦。我们带你这一节来要看到呢，是印度现在呢就像巴基斯坦突然是泄洪了。那理由是说呢，在这个地区有强降雨，所以水位太高了。位于印度控制的这个克什米尔地区，这个雷阿西他们呢就开始泄洪了。那当然影响的就是巴基斯坦了。不过呢，这我们就联想到啊，因为呢现在中国说要延长提供巴基斯坦34亿美元的贷款，也就是说呢，在巴基斯坦背后挺他的就是中国大陆，还说呢，这样子一做啊，就有可能提振他们的外汇储备。可是现在在这个印度的部分呢，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稀土，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美国很需要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限制了稀土的出口，所以印度希望可以发展国内稀土的供应哦。甚至知情人士还透露说，印度的官员评估如何利用印度的稀土公司来提
升稀土的产量。那川普现在就喊啦，说我跟印度会很快签订一个非常大的贸易协定，就要让印度的市场呢可以为美国的企业敞开大门。好，那当然说到现在在这个接下来大家很关注嘛，就是我们的关税战到底这个最后拍板的关税会增加多少？那专家呢现在就说了，川普改口了，他说他这个关税呢会玩赢所有人当然这话一听呢，川普就很开心。可是呢，记者就问到他啦，他就说这个问题他真的太喜欢，这是他有史以来被问过最棒的问题他说他为了这个东西被大家抨击到不行。那当然这个他就说你川普呢是不是在耍全球因为不久前你才说我有可能延后，也有可能不延后，没想到他突然又宣布说我不打算延长关税的暂缓期，更预告说全球都马上你会收到了通知，美国呢就会通知你们说什么时候生效，而且在截止日前的信件会发出，那里面呢会支付25%、35%、50%或者是10%的关税现在大家就质疑了，这川普又在玩他口剧本了吗？因为很可能到时候他又要改口了。那当然 CNN 就抨击啦，就说呢现在是最糟的时间卡关。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到现在也只和英国、中国大陆达成了贸易协议的框架，那这是美国经济在逐渐下滑的时机点他就示警，他说川普的贸易协议很可能是最糟的时间点卡关，因为美国经济越来越恶化，现在等于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确实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真的是还蛮糟的我们来看美国的国会预算处最新估计说，因为川普所谓的大而美的法案呢，这个参议院版本将会导致未来10年美国的赤字增加将近有3.3兆。好，另外一部分呢，美国的通膨压力也持续加剧。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呢，物价的涨幅真的又高于预期了。所以呢，现在是呢，这个知名的运动品牌就指出，关税以及价格调整延后，所以企业已经在这之前就承受了高达10亿美元的损失了。结果呢，你看这个川普这个在课高关税说是要保护美国的产业啦，但是有好多的工厂呢叫苦连天。像是这个独立罐头公司的执行长就说，他们虽然决心要让制造业在未来世代可以继续经营下去，但是就是因为川普的关税，让他们现在都还处于混乱的状况之中。那接下来就要面临到是7月关键的决策了，也就是说呢，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大而美法案以及对等关税了。好，央行就示警说呢，大而美的法案会让美国财政赤字还有分配不均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后面的呢，刚刚讲到这个关税，即便川普宣布暂缓90天，但长期来看还是损害了美国的 GDP 以及就业。那全球经济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氛围好，我们先请教亮哥现在这个中美在南亚之间的角力怎么看？印度的吹牛的能力跟川普差不多了，不遑多让我跟你讲，事实上，在2012到14年那个时候，中国曾经对日本限制稀土出口嘛，那最后美国、日本真的扶植起来了，就是澳大利亚。为什么不去找印度？那个时候，所以我那时候该找就找了。当然是啊。后来美国自己也有差不多大概5-6%，所以美国也恢复开采那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而且那个时候大陆坦白讲体制还没有整合好了，所以地方走私非常严重，大概有1/3那后来澳大利亚那家公司还整批把中国的工程师挖角，所以就迅速提高澳大利亚那家公司稀土公司的生产力那家公司现在全球的市占率也有一定的比重大概10几到20左右了，算是唯一啦就说西方世界比较有能力的。可是他也发现，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他为了要快，要能够迅速达到那个效果，100%送到中国加工。就中国这个加工这一块真的没有取代者了所以你也许可以找到矿，把它挖出来，像澳大利亚、美国都有。可是采矿
越南也说他愿意来试试看啊，可是加工几乎所有的专利都在中国手里啊。那这个坦白讲，我现在没有看到有取代者了，所以有些人就讲的比较实在嘛，说美国如果要像中国这样弄出一个一贯作业的稀土产业链，有人认为要10年，有的人认为15年，因为这个产业在美国，你如果美国的人均所得是7、8万美元啊，谁要做啊？做这个产业又累啊，又有环保的问题等等等啊，所以我是觉得难啊，不要去想这个了啊，这个做梦比较快了，还是必须要迅速，而且美国它一年的用量太大了，12000吨，你来不及了，我们台湾我听说有3000到6000吨之多，差不多。台湾也蛮多的是台湾这么小那日本大概也接近1万吨啊，你这个要寄望有另外一个大的稀土产业来弥补这个洞，我觉得做不到了，这个很现实了，而且它有很多产业，我认为中国大陆再怎么样也不会给美国的军工产业了，我就不知道洛克希德未来怎么办，F-35还有潜艇，都受到影响。你逆中了都会用到嘛，所以坦白讲，我认为这个是僵局了。对，但是这个僵局关键还是川普啊，但川普现在会不会又在玩这个所谓 Taco 剧本呢？来，谢大师。对他这个7月9号见真章啦，对，川普马上快到了。川普又发狠话，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会打折扣啊，我到时候就是照完，你们赶快跟我达成协议。可是问题就是没有一个跟他达成协议啊，传出来，你像日本现在那么硬，说印度要跟他达成协议，另外一方面，加拿大根本不跟他谈了，听说加拿大就跟你玩硬的，等你到7月9号吧。7月9号要实行以后，不是全球灾难，是美国灾难啊。他随便给一个国家都是30%，日本好像32啊，都非常的高啊。那这个李在明最近他说，韩国现在怎么国家是紧急状态还是怎么样，非常危险。如果再把它的关税增加到32的话，那我们台湾不要说，雪上加霜。我们台湾如果有30%的关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新台币也一直在涨，那这个真的是真的很多国家真的是很麻烦。那不过川普看起来，我觉得他也很难怎么讲，他也很难自圆其说。别人不跟他让步，然后他全部让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7月9号没几天啦。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大而美法案事实上的话，他真的搞错了，因为我看了一个记录，美国媒体说40%的不是美国人反对哦，40%的美国共和党人反对。我老天啊，你的自己基本盘都不支持你怎么玩啊？因为他们这些共和党基本上会去支持共和党，它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倾向是什么？政府少花钱，结果你这个大而美花的更大，对，花的也不美，花的更多。人家国会预算处说你10年会增加3.3兆的预算，美金的赤字啊，这是天文数字啊。所以他这次在参院投票的时候，事实上51比492个共和党参议员基本上就跑票了，然后川普还骂其中一个人说这个家伙有，那个人说我反正我投完票我就不选了，我也不要玩了，我就是不支持。那这个大而美因为它里面非常多也很多也真的说起来，川普你增加国家的支出，结果呢你砍掉谁的预算？砍掉那个低阶层的那个健保的预算。他这个大而美通过有将近快860万1000万人就没有健保了。美国健保没有健保你活不下去了。我告诉你，美国随便进医院出来都是几万块钱台币的账单，谁看得起病啊？美国人说实话连牙医都看不起，大部分人都看不起牙医，要看一个病等了半天，然后呢，穷人除非是急诊室送进去。然后要不然的话，正常进去的话，出来以后那个账单会让他这个痛不欲生。
所以川普不要再搞什么内部啊，美国人也被他整得七荤八素，他又要搞得世界也这个鸡犬不宁。赖老师，川普原来在贸易谈判里面，他采用的是时间战略了，所以说我给你3个月延长赛，3个月越早跟我谈好的条件越好啊，我给你的福利越多。那越晚谈好的啊，你的条件就越差，你的损失就会越重，这叫时间战略嘛。所以越接近7月9号的压力就会越大。那他本来想说先打垮中国大陆，结果没想到他跟中国大陆马上跟他对等，因为其他的国家没有人敢跟美国加税，结果大陆给他加税，一加以后他恼羞成怒再加，两边一直加，加到285。那就没有意义了。中国大陆说我145就停了，随便你爱怎么加就怎么加，我就是145。好，那一看两边都玩不下来了，双方一下子降到10%对10%，也就是说你对我克10%，我还是对你克10%，哎，对等哦。这个时候所有的国家都往后退了，本来是争先恐后的，而且还有人连滚带爬的，突然发现这样也可以啊，都发现原来川普是可以退的，因为原本我们有一个东方有一个人啊，他是用爬过去的，跟我同宗了，但我不知道我跟他没有任何 DNA 的关系，他用爬过去的时候呢，一看哇怎么他当出头鸟，大家都躲到后面去，连欧盟先躲最快嘛，连越南都往后躲了，好。那现在本来说90个国家在排队，25个国家排队，20个国家排队，8个国家排队，7个国家排队，现在说只剩下4个啊，7月9号马上要到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对川普来讲，一下又说这个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贝森特说一定克，然后川普就说有弹性，现在又说没有弹性，一定克，然后就说，然后又改口了，说我会发给你每一个国家信函，里面有你的秘密关卡，你这个信一打开，你就知道多少了。多少？20、25、26，开奖还是开奖，然后你自己决定。但是呢，可以继续谈不过7月9号你就开始课了，你就开始谈了。好，那我们就做一个假设观众朋友，你想，7月9号一到，美国开始课关税了，不管是20到欧洲本来说50了嘛，20到50。然后各国的货物到美国的时候，那要不就是美国人就会少买了嘛，因为变那么贵嘛，那就少买。那所以出口商他就出口少了，所以对于出口商有影响，进口商他也有影响，因为他进口少了，他也变贵。然后再来就对于买家也有影响，因为它变贵了，他能够买的少了。那您觉得全世界，然后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咯，那美国的制造商能不能做出来？我们就问了。如果你能够做出来，你一定就是大而美了。